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请为大家带来搞笑的东美漫《新不新家》第8季第7集。一声充满愤怒的吼叫打破了年间早餐时光，小让惊恐地看着孝坚，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错，但其实并没有。他只不过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新车。曾几何时，他觉得小小汽车不足为奇，只不过是往返两地代步工具。然而，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后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现在他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买了车。孝坚目的确实达到了，校长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羡慕。然而还没有嘚瑟多久，校长就发现自己的车标被偷了，那可是汽车的灵魂啊！没有这，他还怎么装逼？校长为了安抚他受伤的心灵，打算偷个一样的给他安上去。很不幸被主人给发现了。另一边，辛巴偷东西也被发现了。他用糖果撒在甜甜圈上，想以糖粉的价格将它买下。但开店几十年，阿普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将甜甜圈放在他的面前，戳穿他掩耳盗铃的把戏。在阿普的盛怒之下，辛巴只得灰溜溜的离开了。刚走出超市，他就遇上了警方办案，不仅抓个人，还扔掉了一个新鲜玩意儿。辛巴指着这个像电话的东西，有些好奇。警长也不瞒他，说是抓了这个人进行电话诈骗。这个东西就是自动拨号机。原本警长只是想提高一下辛巴的防诈骗意识，不料这家伙竟然对诈骗本身来了兴趣。为找到孝坚遗失的车标，校长将所有的孩子都聚在了走廊，看混混们依旧像平时一样满不在乎。校长气不打一处，你以为这只是件小事吗？你们知道这给孝坚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吗？他现在只能像小女孩一样在家里哭。此话一出，走廊里其他孩子也笑了起来。校长琢磨了一下，自己也被逗乐了。不过笑归笑，闹归闹，别拿车标开玩笑。校长表示自己一定会找到盗窃小偷。首先被点名检查的是小新，在被砸了一整打鸡蛋之后，校长决定去检查一下其他学生的。终于只剩下最后一个了，那就是小胖子。原本他是势在必得，然而储物柜里竟然空无一物。盛怒之下，校长将拳头砸向了柜门，没想到弯打正着，将柜子的隔板震倒了。在里面洞里，闪亮亮车标赫然躺在其中。鉴于小胖子偷东西还不少，除了物归原主之外，校长还惩罚他做1周的园艺。就算做了这么令人不齿的事，小胖子依然没有丝毫的内疚，甚至在还东西的时候还在口出狂言。小妹既不理解又生气，不明白这人为什么总是不可一世，到底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不过用正常思维和恶魔沟通，得到就只能是羞辱和伤害。辛巴将自动包机带回家后，就马上让它运行了起来。诈骗电话第一个受害者是秃头，辛巴在上面放了一段录音，大抵就是只要给他寄1美元，就能获得永远的幸福。但秃头是谁呀？春田镇有名的吝啬鬼。只是稍加犹豫，他就在两者之间选择了1美元。这么缺德的事，辛巴当然是极力抵制。可是对于丈夫的行为，她却没有丝毫办法。音乐课上，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，辛小妹却在台下百无聊赖。突然，他发现窗外威力正在教小胖子浇水，这家伙受罚也不安分，拿起水管就浇了威力一个透心凉。不仅如此，他一边喷一边装傻，引得偷看的辛小妹哈哈大笑。他的肆无忌惮引起了音乐老师的注意，然后同学们都发现了他在看小胖子，就阴阳怪气说道：“辛小妹喜欢小胖子。”此话一出，一旁野鹰仔坐不住了，连忙否认。然后大家又开始起哄，野鹰仔喜欢辛小妹。没想到这下简妮又坐不住了，忙跳出来否认。然后大家话就变成了简妮喜欢野鹰仔。孩子们轮番起哄，惹恼音乐老师。于是他让罪魁祸首辛小妹留堂了，还罚她在黑板上写：“我再也不嘲笑别人了。”才写完一黑板，辛小妹就已经累到不行了。这时小胖子叫住了她，了解辛小妹被罚的原委后，建议他用5支粉笔排在一起写。辛小妹试了一下，效率的确不错，很快黑板就写完了。看着这个害了自己又帮了自己的男孩，辛小妹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异样的情绪。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对小胖子着迷了。辛小妹将这个秘密告诉了银仔，差点没把这小男孩气背过去。她无法接受自己喜欢的女孩喜欢上总是欺负自己的人，但辛小妹很坚持，觉得银仔只看到她的表象，她内心一定是个可爱敏感的人。辛小妹写了一张纸条，让银仔帮忙转交给小胖子，想到自己照办了，或许能让辛小妹对她有所改观。所以虽然心有不甘，但银仔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。他确实没有食言。然而当小胖子发现是野鹰仔递给自己的纸条时，直接将这个小家伙揍得面目全非。野鹰仔被救护车接走后，辛小妹叫住小胖子，告诉他那张纸条其实是自己写的。小胖子很诧异，他不认为会有女孩喜欢自己。然而一切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见他没有排斥自己，小妹又引他放学之后来自己家里。为了不让小胖子在家里感到无聊，小妹竭力寻找有趣的事儿。无奈猫咪不给力，还引来了小新。作为曾经被小胖子迫害过的人，小新一见到他就吓得魂不附体。得知妹妹对他有意思，小新更是担心。但恋爱中的少女又怎么样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呢？何况他觉得小胖子有点喜欢自己了。自从辛巴将自动包机带回家后，他就不分这的运行。这天电话打到了教授家，他立刻听出了这自己发明的那款装置，于是就启动下面的轮子，希望能物归原主，回到自己身边。不料这被辛巴看到了，直接卸了他的4条腿。这天小胖子带辛小妹来到自己家，
比起辛小妹那干净整洁的卧室，她的房间更像是一个垃圾场。小妹在其中发现唯一还能看得过瘾的吉他，为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了解她的生活，小妹提出让她给自己弹奏。没成想弹起吉他来，小胖子直接进入疯魔状态，不能说不好听吧，简直就辣耳朵。小胖子也发现了小妹对自己的音乐并不感冒，于是就干脆说了自己要睡觉了，下达了逐客令。最后还是辛妈过来把她接回去的。回家路上，小妹忍不住抱怨自己太傻，非要和不适合自己的人在一起。辛妈却告诉她，好的恋人都是培养出来的。她说自己第一次见到辛巴的时候，他也是个浑身都是缺点的男人，聒噪粗鲁馋嘴，但如今在他的改造之下，辛巴已经重新做人了，回想起爸爸的样子，辛小妹不觉得妈妈的话有什么说服力，但她的话还是起到了作用。辛小妹将小胖子全身上下换身行头，还将他带到了镇上最高的地方欣赏夜景，努力想让小胖子体会到自己眼中的世界。翻着的绿色山坡，星星探出了头，但他眼中的美好，他根本体会不到。为防止他继续喋喋不休，小胖子吻住了他的唇，原本只是权宜之计。细细品味过后，小胖子觉得好像真的找到了某种感觉。然而他们接吻的画面被三混混瞧见了。他们都嘲笑小胖子成了娘娘腔，小妹听不下去了，说小胖子和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，再也不会和他们这些混混搅在一起。就算是混混，也不愿意听到别人这么叫自己。为首那个扬起拳头就要落在辛小妹的身上，小胖子忙挡在他的前面，让他先去吃点东西，自己来解决这边的事。其实混混们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并不是存心的羞辱他，而找他一起恶作剧。他们在垃圾桶里发现一堆腐烂的卷心菜，打算用这个去砸校长的房子，之前才被校长惩罚。小胖子很乐意跟他们一起去，但看到辛小妹期待的目光，他还是拒绝了他们。看他回到自己的身边，小妹很是高兴。现在小胖子终于是个绅士了。辛巴自动包机还在不停运作，这天轮到了弗兰德家倒霉，可能是因为猫睡在了上面。辛巴如已经扰了他们一个晚上了，为了不错过老妈的电话，弗兰德始终不愿意拔掉电话线。最后夫妻俩的争吵惊醒了隔壁的辛巴，他趴在窗沿上大声让他们闭嘴。另一边想睡得正香，突然听到了一阵剧烈的响动，是三混混拿着卷心菜罐头来搞偷袭了。正让他们砸得开心的时候，小胖子来了，他脱下外套也加入了这场狂欢。为了羞辱得更加彻底，他们还向校长晃动了屁股。不过这场混乱也没有持续多久，因为警察来了。为了不被一锅端，他们选择了分开跑。小胖子找到辛小妹，他说自己根本就不在校长的房间附近，是被污蔑的。沉浸在案情中的女孩总是盲目的，辛小妹让小胖子在后门等自己。与此同时，警长从前门冲了进来，对着自动报机连开了好几枪，把手下都看惊呆了。也不能怪他故意在大晚上整这么大动静，实在是因为他也是受害者。听到动静，辛巴从楼上下来了，立刻深切质问是谁打坏他的自动报机。意识到身后是警察之后，他又打算将这个锅甩给辛妈，不过警长没有听他狡辩，直接给他发了法院的传票。至于那些人卷心菜的混混们，警长已经不再想管了。警察们走后，小胖子着实松了一口气，他很感谢辛小妹这样帮自己。接着他又颇为得意地拉着辛小妹看校长清理房子，还说他绝对想不到自己在他水盆里留了什么。此话一出，小妹瞬间明白小胖子欺骗了自己。或许从始至终，他认为那个善良的小胖子就不存在，他本就不应该妄想能够改变什么人。明白这些后，小妹反而释怀了。他告别了小胖子，独自离开了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恰好碰到了出门遛狗的眼镜仔，得知小妹现在已经和小胖子分手了，而下一个对象可能是任何人。银仔觉得自己又可以了。都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但总是有这么一些人，觉得能够改变别人，能成为一束光，照亮他们的生命，但最后总是被现实无情的打脸。就像有些女孩总是希望能令别人浪子回头，觉得自己就是她心中最特别的一个，然而到头来不是一厢情愿。小美很年轻，这次的失败或许并不算什么，可更多人是像辛妈那样倾注了一腔热血，可最终一无所获，甚至到最后只能给自己洗脑。其实仔细想来，或许妄图改变别人的人更加自私，将自己想象的美好强加给对方，在看清真相后又擅自失望。也许他们爱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幻影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